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今天继续讨论台湾最奇葩的一条自行车道——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争议问题，以及提出我个人的建议改善方式。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奇葩之处是它作为一条自行车道，设计不良，完全不适合骑乘自行车，因此从事营运以来，就一直引起自行车车友的抗议，要求改善。关于车友的控诉，资深的车友 AD 有拍了几支影片，包括一条令人无法自拔的自行车道陈情申诉全记录，评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通行检讨报告，大家可以参考看看，了解车友控诉的原因。但是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另一个奇葩之处，它又获得国内工程金质奖，也多次获得国外生态建筑设计的奖项，所以新北市政府从不承认设计有问题，而是强调为了兼顾生态而采行现行的设计。这条自行车道正式营运之后，新北市政府采取以下措施，以兼顾生态及骑乘自行车的安全：一、全面采取线上预约，每日分时段，每时段限制160名游客进入。二、隧道内骑乘自行车最高限速时速10公里。这样的规定使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成为台湾最奇葩的自行车道，因为台湾从来没有一条自行车道采取这样的做法，即使是比三貂岭隧道更长的旧草岭隧道，也没有采取这么严苛的规定。自行车的车友曾经多次向新北市政府陈情，也向监察院陈情，也向教育部体育署陈情，甚至今年5月4日还举办了一个快闪约骑，集合自行车的车友一起出来抗议。而5月10日，新北市议员戴伟山也在议会质询新北市工务局局长，要求提出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骑乘安全性的检讨报告。1个月之后，检讨报告出炉，资深车友 Eddie 看完这份报告之后，用8个字形容：推诿卸责，毫无诚意。为什么新北市政府的这份检讨报告可以回答得理直气壮，而为什么车友每一次的陈情，每一次的控诉，最后的结果就像岳飞打张飞，永远打不到张飞呢？这也是非常耐人寻味。我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用说故事的方式来让大家了解。有一天，我朋友找我一起去吃牛肉面，因为他很喜欢吃牛肉面，但是我对牛肉面其实没有特别的偏好。不过朋友想吃，我就陪他一起去吃，所以他就找了一家牛肉面面馆。那进去以后，他当然是点牛肉面，那我也点牛肉面，陪他一起吃。结果10分钟以后，餐厅老板端出2碗羊肉面，那我朋友当然非常的生气，说我要吃牛肉面，你为什么给我羊肉面？那老板就解释说，因为我们新来了一位米其林餐厅来的厨师，他擅长煮羊肉面，所以他的羊肉面呢，事实上是加入牛肉汤，也非常的好吃，所以我们就煮出这样来给你们吃，给你们一个惊喜。那我朋友还是很生气，我想吃牛肉，你却给我羊肉，就要求老板重煮。那老板当然也不愿意重煮，就认为说这还是有牛肉汤啊。那我呢，反正无所谓，我就吃吃看。结果一吃，这羊肉面还真的是好吃。所以我朋友跟老板还在那边吵架争论的时候，我已经吃得津津有味了。这时候外面又进来两位客人，他们看到我在吃羊肉面，香喷喷的，那他们也点了2碗羊肉面，结果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那最后我的朋友跟老板吵了老半天，最后不欢而散。那后来这家餐厅参加国际羊肉面节的比赛，结果还得到大奖回来，所以就更多人慕名前来这家餐厅要吃羊肉面。那后来餐厅的老板索性就我只卖羊肉面，就把店名上的牛肉面改成是羊肉面专卖店了。那我的朋友成为苦主，
他以后再也吃不到这家餐厅的牛肉面了。那另外一位苦主是这家餐厅的牛肉供应商，这个供应商原本还赞助很多免费的牛肉给这个老板，协助他创业。没想到他后来不卖牛肉面，而改卖羊肉面了，所以他也只好自认倒霉了。以上这个例子，简单的分析这些角色。我的朋友就是自行车的车友，我和其他的客户就是非车友的一般游客，餐厅老板就是新北市政府，而餐厅的厨师就是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建筑设计师，那牛肉供应商就是教育部体育署，出了钱最后当盘子。原本的牛肉面餐厅就是三貂岭自行车道，改名之后的羊肉面餐厅就是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为什么新北市政府面对车友的质疑及控诉可以底气十足，而且回应的理直气壮，就是因为既然我煮出来的羊肉面也很受欢迎，也得奖了，那么就没有必要承认自己有错在先了。这就是为什么自行车车友一再的陈情抗议，却始终没有结果。因为你是岳飞，他是张飞，岳飞永远打不到张飞。因为毕竟在台湾，不是每个人都是车友，非车友甚至比车友还更多。他们当然不会关心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自行车乘骑的安全问题，甚至觉得在隧道里面骑乘自行车反而妨碍了我们步行，所以反而会站在新北市政府的立场。他们当然也不会去理解，这条隧道本来就是规划为自行车道，就像旧草岭隧道一样，是自行车道，它本来就是设计给自行车通行的。我们行人是配角，不是主角。关于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自行车车友与新北市政府的争议，有没有解呢？我认为当然有解，至少有改善的方法。所以我今天就拍这支影片来提出我的建议。首先，关于这个争议，我建议应该以大多数人，包括车友及非车友共同的需求来诉求改善。目前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最让车友及非车友最不满意的就是采取线上预约、限制人数的管制措施。以我自己的经验，非假日的预约还算容易，但是热门的假日就比较难预约了。而对于许多车友及非车友，很多人是假日才有时间出游，这样的规定事实上是对所有的游客，不管是车友或非车友，都是非常的不友善，应该要优先改善。而这样的改善事实上也很容易，一个指令就能完成，就是从线上预约改成自由造访，也不需要增加任何的工程经费。但新北市政府为什么不做呢？主要是有2个理由，而这2个理由我认为都不是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现有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设计，因为兼顾生态，所以不适合骑乘自行车。如果不控管人数，一旦自行车车友及行人涌入隧道，一定会发生安全问题。但是这是可以克服的。我建议的做法就是在取消线上预约的同时，也同时禁止在隧道里面骑乘自行车，车友必须采取牵引的方式通过隧道，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隧道内因为骑乘自行车及行人增多而可能发生碰撞的风险。但是隧道里面禁止骑乘自行车，会不会更引起车友的不满呢？我认为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以牵引自行车的方式通过隧道，差不多要40分钟，而依照目前的规定，隧道内骑乘自行车时速限10公里，通过隧道也需要12分钟，两者相差不到半个小时。而车友如果能够用延迟半个小时的时间，而争取到不用线上预约、没有人数限制，假日的时候也可以自由造访，我相信车友是愿意的。毕竟诉求取消线上预约，也是车友们长久以来的诉求。而且这又不是在太阳下的公路牵引自行车，
而是在凉爽的隧道内牵引自行车。我想多半个小时的时间，应该不至于让车友会觉得难以忍受。而即使是像我这样的徒步旅行者，非常喜欢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的人，我对于线上预约也非常的不满，也希望能够取消。所以这一点，车友跟非车友的需求是共同的，我们可以共同努力的诉求取消这样的一个规定。至于第二个理由，就是新北市政府一直拿来当挡箭牌之用的生态友善。新北市政府强调，为了保护在隧道里面栖息的蝙蝠，所以不宜开放太多游客进入，而应该采取线上预约管制人数的措施。其实这根本不是理由，为什么呢？因为三貂岭隧道并不是一个天然洞窟，如果这是一个长2公里的天然洞窟，里面有栖息成千上万的蝙蝠，这样的天然蝙蝠洞，那么我们确实是不应该开发作为观光隧道，即使允许游客进入，也应该采取极严格的管制措施。但三貂岭隧道不是天然洞窟，它是一座人工挖掘的铁路隧道，提供火车行驶。蝙蝠原本就不住在隧道里面，而且也不敢住在隧道里面，因为一旦火车经过，烟囱冒出的浓烟可能就会把蝙蝠熏死。所以原本这里就没有蝙蝠，是当年三貂岭隧道废弃之后，栖息在附近的蝙蝠才迁入这座旧隧道。30几年之后，我们要重启隧道，做回自行车道，那么蝙蝠自然就会离去，回到它们原有的栖地。事实上，大多数的蝙蝠早就已经离去，因为在工程2、3年的期间，你可以想象隧道里面机械嘈杂的声音、抽风机强大的噪音，哪有几只蝙蝠受得了？大概只有钉子户才会留下来。根据新北市观旅局的观测监视，随着季节不同及蝙蝠习性，目前隧道内的蝙蝠大约在20至70只。所以其实隧道内的大多数蝙蝠在施工期间早就已经迁移他处。而且我们今天诉求取消线上预约制，诉求可以自由造访，并不是要赶走蝙蝠。隧道内仍然应该严禁手机闪光灯拍照，以及高声喧哗，仍然对蝙蝠采取友善态度。如果蝙蝠还愿意留下来，我们当然也欢迎。但是如果蝙蝠想离开，也不必太在意，因为三貂岭隧道附近的山林本来就有很多天然洞窟，以前就有很多猴子是住在这些洞窟里面，所以附近才有猴洞这样的地名。所以不必担心蝙蝠会失去家园，因为三貂岭隧道本来就不是蝙蝠原有的家园，附近的天然洞窟才是。更何况当初新北市政府在规划三貂岭自行车道时所做的生态调查，就有提到隧道里面并没有什么珍贵稀有的动物，所以这个自行车道工程不会对既有的生态造成任何冲击。所以上述2个理由，第一，担心一旦开放以后，太多的自行车跟行人同时进入，会造成自行车在隧道内骑乘造成的安全问题。那我建议的配套措施就是隧道里面只能用牵引的方式进行。至于第2个理由，担心太多的自行车跟行人进入会干扰到蝙蝠的栖息环境，那其实这是多虑的，因为工程进行3年，难道我们自行车跟行人的声音会比机器跟抽风机的声音来得更噪音更大吗？当然，我这样的主张一定会引起一些喜欢蝙蝠、注重生态保护的人批评我。那没有关系，因为人间事物本来就是会有不同的见解，每个人坚持的价值也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是民主的社会，每个人都可以表达他对公共事务的一个看法。那我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当然是因为我有一些我基本的价值。那我坚持的价值是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信奉者，儒家思想强调仁爱，
不是强调众生平等，而是亲亲而人民，人民而爱物。我们的爱是先从爱我们自己的家人开始，然后扩及至周遭的亲朋好友，然后再扩及至社会大众，最后再扩及到天地万物。这种仁爱思想强调的是亲疏之别，我们的爱是像同心圆一样，一圈一圈的扩大下去。那最核心的当然是我们的家人，那最外围的当然就是天地万物、动物。所以扁湖是在最外围、最外圈。所以当政府设计一条自行车道，把扁湖视为最核心的价值，然后严重牺牲了自行车车友的安全，也让行人感到不便利，那么你就违反了儒家的仁爱信念了。更何况我们今天为了公共利益，要兴建捷运时，可以征收人民土地，要求世居于此地的人民领取补偿，迁移他乡。今天政府要兴建桃园航空城，可以征收方圆几公里的土地，要求百姓迁移他处。那么为什么政府只是收回原本就属于政府的铁路旧隧道，要设计一条自行车道，却对占据在隧道内的扁湖如此客气，如此的委曲求全，反而为此而危及车友的行车安全，限制游客？就儒家思想而言，这是不仁的行为。而新北市政府拿了体育署补助的预算，要新建一条自行车道，却没有履行义务，而建了一条扁湖保护步道。就儒家的理念而言，这是不义的行为。我今天所提的建议，并不是要打掉重做，也没有要新北市政府再多花1毛钱。而且以我几次造访的经验，我一再的强调，我非常喜欢现在的这一座三貂岭生态友善步道。所以我的建议，只是希望能够取消线上预约，让更多的游客可以自由造访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而已。而如果容许我再提出第二个建议，那么我建议周六或周日的其中一天，可以限定只有自行车才能进入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这一天禁止行人通行。毕竟这原本就是规划要作为一条自行车道，这么做并不是还车友的公道，但至少可以稍稍安慰车友的心情。至于只限定车友造访的那一天，隧道内是否可以用骑乘的方式通过，时速应该限定多少，这并不是我的专业。我建议新北市政府可以跟车友讨论，听取专业的意见。当然游客就不要抱怨说，那为什么假日要有一天是只能骑自行车，不让我们走路呢？那么你可以参考一下旧草岭隧道的经验，星期六、星期日就是只能通行自行车，行人是不能进去的，因为它本来就是一条自行车道，我们也没什么好抱怨的。以上就是我对三貂岭生态友善隧道提出的一些改善建议。如果得罪扁湖跟扁湖的朋友，我在这里先说抱歉，我只是提供我个人的看法而已。那我今天的Tony开讲就在这边结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